它是因为全是开窗的采光。我原本有在想说要买 IKEA， 但客厅这边的宽度只有280，就偏窄，所以这个就先不推荐，也是采光最好的地方。林口这边开启我的空屋之旅，这一间的租金呢是 Hello， 大家好，这也是抬头看看。住下这间空屋即将要满1年了，今天终于要来记录它从空屋到现在的模样。这间房子室内约20平，3房2卫，是非常典型的窄长型格局。当初一眼相中它是因为全是开窗的采光，但唯一的挑战，它是一间空屋。刚搬进来的时候，天花板只有基本的烟雾灯泡，电器也只有一台洗衣机。接下来会逐一分享我是如何利用软装与家具配置，在狭长型的空间里划分出最顺手的动线。首先是一进门的玄关落尘区，这里主要是用滑门柜跟地毯划分出这一块。先讲滑门柜，它不仅解决了开门见灶的风水问题，竹质色调也让空间保持通透。使用上一边当做污衣区使用，另一边作为收纳出门常用的物品。第一层又收纳安全帽，那第二层又收纳一些卫生纸、湿巾、口罩、出门常使用的东西，跟一块小小的招财区。搭配的收纳篮是我自己量尺寸去淘宝定制的，大家可以截图直接去这家店做定制。这边的话就是做了一个，这也是 IKEA 买的，算是穿鞋的，然后还有一个小收纳篮放一个拖鞋。再来左边这个是在特力屋购买的鞋柜，然后它整体的话，我觉得都有满足到的条件，可以放4、5双鞋，然后这边有做通风，跟它是滑门的，所以也不会太占用空间。唯一在使用上有个小缺点，就是它这个滑门还蛮容易脱轨的，所以在使用上面会有点小小的卡顿。上方放了一个编织垫，这也是自己量尺寸在淘宝定制的。然后熊猫存钱筒、收纳发票的小箱子，上面是 IKEA 的灯床，我把它放到玻璃花瓶当中，让它做一个夜晚的小灯。那门后呢，就是一个超大的变电箱，刚好这2块都是磁吸的，所以我就直接利用这个磁吸架去做收纳。有酒精喷雾啊、雨伞、饮料提袋，还有一些折价券，可能卸在这边，出门的时候比较不会忘记，进出的时候还蛮实用的。然后这个地毯啊，这边有个圆角，也是我自己量尺寸在淘宝定制的。那到时候也会把它的资讯放在资讯栏里面。这地毯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它脏物不会卡在上面，扫地机器人过去的时候，也可以把上面的东西都带走，也会吸水，所以我觉得地毯还蛮不错的。那玄关进来呢，正式进入一个狭长区域。这个区块呢是我的工作区，我用之前存放货品的这个货架，隔了一个 L 型的区域出来。那它的货架看到里面蛮臭的，所以我就自己量尺寸定制了这个窗帘，把这边遮住，做一个遮丑。那平时包货啊、做手工类的东西，我就在这边处理。那在日常这里作为说我回家后的包裹袋整理站。接着再往中间走，就来到窄长型的中段，这里是用餐区。首先是紧贴层架另一侧的6斗柜，这是居家先生购入的。这个6斗柜质感非常好，抽屉滑动是有重量的那种推动感，抽屉内部有绒布，放置物品很稳固。上面的话还放了一个龙珠灯，跟一些我之前拍照的装饰品，闹钟、招财猫跟小植栽，和出门常用的饰品。这个很推荐。餐桌跟灯具都是 IKEA 的，之前有分享过，那就简单带过。灯饰的话，就只有这2盏是我们自己选的。它之前是烟雾灯泡，跟屋主讨论之后是他们做提供跟处理，所以其他的灯不是我们选的。接着是窄长区的尾段，也就是客厅。在外面紧接着是阳台，也是采光最好的地方。这区主要是用 J3 的地毯塑造区域感，沙发则是选择居家先生的泡芙3人座，
搭配一凳。这沙发当初买的原因是它真的坐起来很舒服，跟他叔叔讲说是猫抓布，所以沾到脏物什么的用湿巾擦得掉。那目前使用下来确实如此，就是都擦得掉，也没什么杂物，坐起来到现在也是很舒服。后面还有个靠背的可以调整。这个脚凳非常建议加购，就是真的你在追剧或是什么在沙发瘫软的时候，这个脚凳很舒服。客厅这边的宽度只有280，就偏窄，所以这边就没有再另外买茶几，沿用了我之前的圆桌放在这边，它可以做随意的移动，所以我觉得还蛮方便的。重点是这个圆桌在使用上，它的高度很刚好，所以发现新大陆，我觉得这圆桌这样搭还蛮不错的。接着是这块地毯是在 J3买的，原本有在想说要买 IKEA， 那 IKEA 地毯其实都普遍偏大一点点，然后 J3那个尺寸刚好，加上它是这种编织的材质，所以也不会卡脏物。但是如果你不小心倒到什么酱之类的，它也是不太好清的。这边我们放了一个全身镜，也是 J3购入的，主要是因为我们这边宽度只有280嘛，其实是偏窄。那这边放一个镜子，在视觉上就可以延伸这边的宽度。当初买这个镜子的时候，最担心的就是它会倒掉。目前租下来它是都没有任何晃动，或地震的时候它其实都很稳。那我在后面其实还有加粘一个3M的背胶，在这个顶部靠墙的地方，应该有增加的稳固度。接着是电视这一区，这边也是跟屋主讨论之后，他们同意使用壁挂，并且是给他们处理，所以这也是屋主出的。在下面电视柜是从旧家就沿用至今，那他那时候买的时候蛮便宜的，1000出而已，但是1分钱1分货，它的材质其实没有到很好，就像这个把手也掉了，后来再粘的，所以这个就先不推荐。客厅的再过来这边就是窄长型的最末端，那这边也是采光最好的地方。这一块空地区域在日常生活中会拿来晒衣服或是做瑜伽，当做一个蛮惬意的小空间。这边放了一个双人的滑门柜，会放在这边，之前也有分享过，放过来这边整个视觉很和谐，不会有什么问题。主要晒衣服的地方还是在这个室内的小阳台，这边的格局是方正的，使用起来很方便，我觉得比气场型的好。内阳台出来，紧接着就是一字形的小厨房，那这边的软装改造比较细琐，我之后会再做一集详细的影片分享。那在这个窄长型的连贯区域中，另外一半边则是规划成3房2卫的空间。房间其实都不大，刚好独立作为我们个人的私人空间使用。主卧稍微大一点，但放下一张双人床也差不多满了，纯粹休息使用。床边柜都是沿用旧家具，还没有重新布置。主卧还包含一间卫浴，不过用起来不是很顺手，所以就把它当作仓库存放使用。另一面则是外侧的浴室，两间都有干湿分离，且有开窗，这点还蛮加分的。以上就是这段时间一点一滴打造出来的样子，未来肯定还是会持续的调整，寻找更舒服的布置方式。当初选择这间真的是缘分，虽然空屋什么都没有，但也因为这样，它可以被塑造成任何你想要的样子。很庆幸可以在林口这边开启我的空屋之旅。那我们这一间的租金呢是3万2，目前住下来是觉得还蛮值得的。那从空屋到现在这些家具的采买，大约是花费了25万左右。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给同样是租屋或是在思考格局该怎么调整的人一点灵感。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啦，拜拜。